季星，这么巧，好巧啊！曾总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，下了飞机我就过来了。跟季总聊事儿。是。星辰刚起步就能参加规格这么高的论坛，怪不得人家说，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者，就好比上了快车道。星辰本身就有实力，收到邀请迟早的事，我只不过让时间变短了一些。这次展销会，广华的展位在东一旁边，离星辰好像也不远，你有空就过来看看吧，毕竟也是广华的老员工，之前为公司也贡献了很多。当初突然辞职，我和陈总监都觉得很遗憾呢。谢谢曾总邀请。说来也惭愧，当时离开广华闹得也不是很愉快，大家还把开除朱磊的事儿都怪在我头上。当时我还想不通，但是我现在也理解了，出了事儿总是要有人背锅嘛。这么说来，我还真的欠你一句道歉了。当时只是觉得开除了朱磊能替你出气，没想到反而让你现在误会越来越深了。这家餐厅一点都没变。你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参加深圳峰会的时候，还是我向你推荐这家餐厅的。那会儿广华还是初创阶段，多亏了有你介绍了很多人脉资源，才能使广华迈出第一步，才能和那么多好的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。就像季星联络北迪一样，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，再忙也要好好吃饭。工作要紧，去忙吧。先生，您的意面好了。没想到你还是喜欢吃这家的意面，和我们当初一样。嗯，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。这份打包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季星现在是星辰的老板，不是广华的员工，以前的旧账不要再翻了。我不过是想跟他好好叙叙旧而已。谁知道他抓着过去的事不放。他为什么这样？你心里没数？星辰管理这么混乱，是时候引进职业经理人帮他捋顺了。引进经理人，核心团队被架空，就失去了我投资他的意义。发生这么低级的失误，也失去了投资他的意义。爷爷，您再等一等。下午5点，东一内部检测结果就会出来。等过了5点，您再做决定也不迟。你呀，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如果这次工作任务完不成，要不东一从星辰撤资，要不听你姐姐的，给季星引进经理人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出手相助的结果，我一概不忍。我说到做到。刘志玲，你的特助。现在星辰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才，刘志玲是常青藤院校毕业海归，懂得管理的知识，经验丰富，又对东洋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认为他做星辰的职业经理人再合适不过。你现在签主动签，总比到时候爷爷逼着你签你要从容一些。你不会输不起吧？
还没到5点呢，姐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韩总，苑总，我来汇报工作。星辰的椎间融合器刚刚通过东医内部质检，这是报告。样品明天就可以拿去检测所检测了。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。我们打印机这样，离散指望不上。刮刀修好了，打印机重新开始打印了。真的？那这次不会打到一半又停了吧？肯定没问题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昨晚我请教了苏总，按照他教我的步骤修理了刮刀，没想到真的搞定了。太好了，苏总远程指导，太棒了。可即使现在修好了，等打印完，也来不及送东医内测了。不错，姐，你觉得呢？季总运气这么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找到解决方案了。也不是单纯的运气好，我们的确做了2手准备，并且利用这次紧急情况的处理，升级了软件里的数据读取，还有运算时间，提升了整体的打印速度，不然也来不及送检。看来混乱的公司管理对你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袁总，公司的制度我会尽快完善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团队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等拿到质检合格报告，我们立马进行临床试验。临床合作机构我们也已经开始在梳理名单了。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，类似的情况下次不会发生呢？毕竟运气可以保你一时。唐松，老板，把批款申报表拿来。好的。上次第2笔款我只预付了你一半，还差400万。韩婷，现在董事们对你有质疑那是小事，我建议你签字之前想想你自己立的军令状。让财务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款批了。好的。韩总，您放心，您投资了星辰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姐，集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就不送了。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们是想干涉星辰的管理吗？过几天深圳会举办 AI 医疗展销会，好好准备。这个展销会我报名报了好久都没有报上。这可是星辰第1次亮相，可把握好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我又没做什么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季夏，怎么样？大侄子今天心情好吗？相信你自己。一个出来面色铁青，一个让我相信自己。大侄子。
行了，你也别摇头了，我这就回去改。通过了。你过了我也改。你说什么？通过了。大车子。不想重写就别过来。别，你一言九鼎，一字千金，说过了就是过了。谢谢大侄子啊。呼呼，拜拜。大家这次辛苦了。杏姐，幸好你重新对打印系统进行了编程。缩短打印时长，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试验。多亏你有先见之明，做了两手准备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因为我的操作不规范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你请我们唱歌就行了，我可是陪你加班了的。我可请你吃早餐了啊，你请我吃饭。小左，这次这个事故你是肯定要负责任的，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多的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采购部没有盯紧合同进度，导致材料入库时间延误。技术部没有遵守至少2人同时在场的操作规定。技术部负责人苏之洲违反了审核签字才能操作的规定，并且没有把操作规程张贴上墙。我说的这些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除了他们，还有一个人要负更大的责任。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，没有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，所以我要负主要责任。我会承担这次损失费用的50%，剩余的按照责任比例从厉总、苏总还有小左的工资里扣。季总，我自己捅了娄子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。我刚刚说的就是最终的处理结果。这件事情呢，也算是给我们长了经验教训。以前我们公司制度不够完善，那从今往后我们这个规矩就得立起来。之后我会发一个公告，以后如果再有造成公司损失的事情发生，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按照相应的责任人追责。以后一切事务要做到有迹可循、有章可依。知道了，季总，知道了。这是我们星辰遇到的一次大坎儿，但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，我相信，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们星辰会更加的井然有序。好了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是韩总今天给我的，你们看看。这是什么？邀请函。AI 医疗展销会。我们要参加吗？真的。我们可以趁这次展销会去寻找一些椎间融合器的临床试验合作机构。太牛了！苏总，给我们也看看。主要是我听说这个很多人都要去。欣姐，你刚才的发言太有水平了。果然啊，这 MBA 教授就是厉害。早知道我也报个班去听听课了。那你未必能找到那么好的老师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，大家下班。季总，哎，小左怎么还没走啊？季总，我有句话想当面跟你说，谢谢你，
谢谢你给了我亲自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。我把打印机弄坏的时候，感觉天都塌了，所有最坏的可能性我都想了一遍，但是一件都没有发生。你不仅没有否定我，责怪我、开除我，而且还带着我一起修好了打印机。对我来说，就好像是从地狱到天堂一样。小左，谁都有出错的时候，更何况打印机故障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你是一个能担责、会补过、有态度的人。现在打印机我们一起修好了，你也是将功补过了。齐总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把控操作细节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昨儿熬了一通宵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你也熬了一宿了，早点休息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确定去的话，明天中午前给我回复。我去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我的意思是，高峰论坛上有好多牛人，我特别想去，不用等明天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行，3天后见，好好准备一下。今天真是太惊险了，不过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。韩总，你知不知道你光回一个“显得不太礼貌，略显冷淡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大黄今天乖吗？99%的时间都很乖，剩下1%的不乖。我选择原谅他。给我发几张他的照片。大黄，哎呀，大黄，韩总想要看你，过来给妈妈拍几张照片。胖了。所有动物胖了都会更可爱。你也可以再胖点。哎，志洲，怎么啦？没事儿，是想问问咱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已经到酒店了，一切顺利。哎，咱们要参展的样品还有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放心吧，保证让咱们星辰到时候一鸣惊人。好，
好好逛逛呗。我哪有时间啊？我还得提前做功课呢。我得先了解嘉宾的资料，到时候知己知彼，才能更快地抓住论坛的重点。星姐，你得学会放松才行啊。哎，你知道我们的开场嘉宾是谁吗？谁啊？韩婷。哇，韩总这么厉害！哎，星姐，咱们跟对人了啊。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继续做功课了。好嘞，拜拜，星姐。嗯，拜拜。星星，忙什么呢？我查资料啊，我腰酸背痛，脖子抽筋儿，我在活动筋骨。前辈们吃饭了吗？我在吃泡面。哎，涂小萌，我跟你说，还得是你给我放的薯片呀！我错过了他们的放饭时间，我就靠那个薯片充饥了。难得出差，你别憋在房间里，尝试下当地的美食，下楼到酒店餐厅吃，也比在房间吃薯片强啊。就是，刚刚我帮你做了攻略，哎，你们酒店旁边有个网红餐厅很有名，那儿意面巨好吃。星星，创业也需要体力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哦。好的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哎，萧子最近怎么越来越不活跃了？有没有相亲约会啊？我哪有时间相亲啊？我工作很忙的好不好？你那不是养老单位吗？怎么这么忙？好了好了，小萌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快去直播吧。啊，对，我聊忘了，先撤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要份意面吧？好的，请稍等。慢走。嗯。怎么在这？我刚刚有事儿耽搁了，我就刚吃饭。出去玩了？没有出去玩，我刚刚在屋里做功课呢。你别以为我是蹭票来度假的。做的什么功课？商业机密。商业机密。韩总，彭总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看来这家餐厅的确很有名啊，连韩总都能够赏光。您的企鹅科技医疗数据很好，我还专程想找您指教指教。巧了，我也在关注你们东医的智慧云医生，就想着借这次论坛的机会啊，跟你好好合作一下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季星，星辰科技的老板，公司刚起步，专门做3D 医疗打印，您应该会感兴趣。听说了，就是韩总您投资的那家公司吧？只是没想到季总这么年轻啊。彭总您好，我以前做 AI 医疗机器人的，对数据库接触比较多。我之前看过您发表的那篇 AI 大数据库对精准医学的应用发展价值，对我启发特别大。我这次来也是特地学习的，期待您的演讲。过奖了，季总。等这一次论坛结束，我专门请彭总去星辰指导工作。指导可不敢当。彭总，那个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很荣幸认识您。也很高兴认识您。谢谢。韩总、季总，咱们就论坛上见啊！我那边还有朋友。慢走。就不打扰了，回见。您忙。哎呀，原来学的是这些啊！了解嘉宾的背景，去论坛的时候才能更快地抓住重点嘛。看来星辰的公关部不用招人了。哼，我就当你是夸我。先生，您的水。谢谢。哎，稍等一下，麻烦帮我催一下意面。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我听顾总说中午和你一起吃饭的，我就在餐厅附近，要不要一起喝个下午茶？季星，这么巧，好巧啊！曾总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，下了飞机我就过来了。跟季总聊事儿。是。星辰刚起步就能参加规格这么高的论坛，
怪不得人家说，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者，就好比上了快车道。星辰本身就有实力，收到邀请迟早的事，我只不过让时间变短了一些。这次展销会，广华的展位在东一旁边，离星辰好像也不远。你有空就过来看看吧，毕竟也是广华的老员工，之前为公司也贡献了很多。当初突然辞职，我和陈总监都觉得很遗憾呢。谢谢曾总邀请。说来也惭愧，当时离开广华闹得也不是很愉快，大家还把开除朱磊的事儿都怪在我头上。当时我还想不通，但是我现在也理解了，出了事儿总是要有人背锅嘛。这么说来，我还真的欠你一句道歉了。当时只是觉得开除了朱磊能替你出气，没想到反而让你现在误会越来越深了。这家餐厅一点都没变。你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参加深圳峰会的时候，还是我向你推荐这家餐厅的。那会儿广华还是初创阶段，多亏了有你介绍了很多人脉资源，才能使广华迈出第一步，才能和那么多好的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。就像季星联络北迪一样，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，再忙也要好好吃饭。工作要紧，去忙吧。先生，您的意面好了。没想到你还是喜欢吃这家的意面，和我们当初一样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。这份打包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季星现在是星辰的老板，不是广华的员工，以前的旧账不要再翻了。我不过是想跟他好好叙叙旧而已，谁知道他抓着过去的事不放。他为什么这样？你心里没数？先生，您打包的意面好了。谢谢，给这位小姐也来一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刚来，吃完再走。西西，怎么样？意面好吃吗？气都气饱了，没吃。啊，星星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我刚刚在餐厅遇到曾迪了，我现在看见他就烦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跟韩婷的关系暧昧不清，所以看见他就烦？他跟韩婷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烦什么？是不是让我说对了？啊，你也有可能是饿的。不说了，你先忙吧，等你过来。啊。拜拜。又一个人喝闷酒呢。常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
哎呀，来了有一会儿了，看来你这擂台打得不容易啊。我又没输，那我得陪你喝一杯，庆祝庆祝。来。 我记得你以前不太爱参加这种论坛的。我为谁而来，你心里应该清楚呀。常总，你这么说话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有什么承受不起的？我乐意陪着你。嗯。 这是前2天拍卖会上那条。常总，你这又送项链又送表，天天这么哄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了。有来有往，那纯叫利益交换。我哄你，就图一高兴。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。 况且能哄你，说明把你放在心上。那些不愿哄你的人，说明不肯为你花心思。商业合作也一样，到最后是喝庆功酒，还是一个人喝闷酒，全看选择。要不，把韩天给你的投资退了，我投你。东一不能给你的，同科能给；东一能给你的，同科给双倍。 谢谢常总厚爱，不过韩婷毕竟投了我，广华也不能背弃东一吧。我相信常总也不喜欢不念旧情的人吧。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，但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心意领了，谢谢。 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还挺有活力。 一口饭不吃，跑这么远，气饱了，浑身都是劲儿。那这意面还吃吗？曾迪好歹是个公司的老板，你跟他吵什么？老板怎么了？我当初为什么离开广华，他心里没数，还好意思拿出来说。 你就算嘴上占了便宜，又能怎么样？这圈子就这么大，得罪了人，别人背后阴你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说的好像我忍了他就不阴我似的。至少不会激化矛盾。与人交手就跟下棋一样，你至少得想5、6步之后的招数。你觉得上次原材料的事是偶然事件吗？曾迪。 你看你的情绪，起伏的跟过山车一样。扑克牌不是玩的挺好的吗？怎么下了牌桌就不懂得控制情绪了？你看我都离开广华了，他还搞我。合着我前面给你讲的都白说了。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哪儿去？工作。
是万里物流的张明辉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知道这东医啊，在您的带领下发展的越来越好了，感觉你们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如鱼得水了。曾总，季星，你的位置呢？这儿。你坐，一会儿会后聊。嗨，来了，好久不见。欢迎各位来到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，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，每个世纪都会经历那么1到2次重大的技术变革。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，医疗正处于风口。那本次 AI 医疗高峰论坛也汇集了国内医疗行业的精英人士。希望各位能在演讲和研讨中有所收获。下面我宣布，本次高峰论坛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开场嘉宾东洋医疗总裁韩廷先生上台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。有请。隔3差5。就会有各种会议、各种论坛，每个圈子都是如此。做事的不多，讲话的不少。我是做的不少，当然，话也不少。行业前景一直是从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。我虽然不能预知未来，但我想和各位浅聊一下关于医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。纵观整个医疗发展历史，人们从一开始依赖植物药、宗教治病的古代传统医学，到发展成体系且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近现代医学，再步入到系统医学与智慧医疗的时代。时代的趋势一直在不断改变，而人们和市场的需求也在随之改变。什么样的土壤决定开什么样的花，宏观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，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。我们可以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。是金子，总会发光。你季星可能是金子，但你别忘了，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。我相信，未来的医疗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。面对奔涌而来的浪潮，我们企业所要做的，不是引领趋势，而是顺应趋势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勤学共勉，为国家、为事业发展贡献企业家应尽的力量。谢谢。好的，感谢韩总精彩的演讲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刚刚听了韩总的分享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韩总。那么接下来有10分钟的提问时间，也请在座的各位来宾踊跃的举手报名。韩总，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。看来现场想要请教韩总的来宾不少，韩总您自己选吧。这位蓝色衣服的女士，韩总你好，我想请问东医在智慧医疗有什么具体的布局和规划呢？好的，各位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了。
最后一排，短头发的女士。谢谢。韩总刚刚说，企业不是要引领趋势，而是要顺应趋势。可是听起来似乎否定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。难道不是引领市场的企业才更具备竞争力吗？对，励志书上的确都这么写的。但跟时代比起来，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。与其说是引领，倒不如说是比别人更快一步发现时代的机遇，顺应时代的改变。如果太过超前，自己还要保证可以坚持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到来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才会离成功更近一步。东阳做的是要落到实地分析数据，寻找需求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中摸索时代的脉搏。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，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征服世界，先学习利用风向和洋流开辟航线，从小开始，做专做精，这是第一步。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解决你提出的问题？谢谢韩总，我听明白了。等一下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女士是星辰科技的总经理季星。星辰科技是东医投资的一个主营 3D 医疗打印器械的初创公司。3类器械门槛很高，对比于1、2类要难得多。希望季总能够带领星辰科技填补时代的空缺，激流勇进。星辰一定不辜负韩总的期望。现在我们的椎间融合器已经研发完成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展销会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，我们尽快推出产品，满足时代和市场的需求。卞总，您的这位弟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啊。东医和同科虽然是竞争对手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韩婷真的很有个人魅力。这一通演讲下来，不知道能收获多少位合作商呢。做他的竞争对手，不容易啊。等峰会结束了，商量一起喝杯茶。常总，以东阳和同科的关系，您觉得我能答应吗？商人之间只谈利弊，而亲人之间涉及利益时，却都你死我活。我有个很好的提议，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。等您有时间了，不妨坐下来听听看。是企业成长的土壤，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。看什么呢，苏干？韩总演讲的视频。哎，你别说，韩总的演讲真的很有水平，看完以后学到很多东西。苏哥，你这人怎么不开窍呢？啊，多少爱情萌芽在旅途，你和厉总一块出差是个大好的机会，你还不抓紧查查吃喝住行的攻略，想办法约厉总一起出去，展现你面面俱到的美。哎呀，你别瞎说，小点声吧。人家厉总有男朋友，但是我观察厉总很久了，我觉得他不像是有男朋友的状态。
说不定他只是拒绝你的借口。这次真的是个展现魅力的大好机会，一定要展现什么魅力啊？说韩总的演讲，韩总有魅力，是吧？你们聊，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。哦，韩总是帅啊！哎呀，这咖啡越来越苦，加包糖，丽姐。你苦，我加什么糖啊？加一包。韩总拉这儿了。不行，有点官方了。